公鸡每天都能准时打鸣，它难道会算时间吗？老话说得好，雄鸡一唱天下白。在过去没有闹钟的时候，公鸡可以说是人们的天然闹钟，人们的作息都是依靠公鸡来提醒的。那么公鸡是如何做到准时打鸣报时的呢？关于公鸡打鸣这一问题，有人认为公鸡是受到光线的影响，受到光线的刺激而做出的打鸣反应。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？为了探究公鸡打鸣的真相，早在2013年的时候，就有科学家对公鸡打鸣进行过实验研究，其中就有一项实验是研究公鸡打鸣是否受光线影响。科学家们找来一批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公鸡，将它们分为2组，一组公鸡按照正常作息在室外观察，而另一组则被关到小黑屋之中，不让它们接触阳光，然后在晚上12点时，利用灯光来模拟阳光，使其接受光照12个小时，随后在白天12点的时候，则关闭灯光模拟夜晚。就这样，通过人工模拟的方式，小黑屋中的公鸡在经过2周时间适应后，打鸣时间已经和室外公鸡完全不同。正常的公鸡平常是在5到6点左右打鸣，而小黑屋的公鸡则是在每天晚上10点左右打鸣，也就是灯光照射前的2个小时。由此可见，光线可以影响公鸡的打鸣时间。那公鸡打鸣仅仅就是依靠光线来判断的吗？为什么阴天公鸡也可以准时的打鸣呢？虽然通过实验我们得知光线可以影响公鸡的打鸣时间，但是在生活中，哪怕是长时间的阴雨天气，公鸡依然可以准确无误的报时。公鸡在这种没有阳光的情况下，又是依靠什么报时呢？难道公鸡也有自己的生物钟？关于这个问题，科学家们又对公鸡做了另一个实验，他们将公鸡关在黑屋里，使它们完全处于黑暗之中，观察公鸡在黑夜之中是否可以正常打鸣。实验刚开始的时候，所有的公鸡都可以正常打鸣，完全不受黑暗的影响。随着实验进行15天的时候，大部分公鸡都可以准时打鸣，但也有极少一部分公鸡打鸣时间出现一定偏差。随着实验时间的不断增长，越来越多的公鸡打鸣出现影响，并且偏差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大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，公鸡除了受光线的影响外，自身还存在着生物钟，可以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，凭借生物钟来准时打鸣。那为什么在后来的公鸡打鸣时间就不再准确了呢？那是因为公鸡和人一样，出现了生物钟紊乱的问题。但公鸡受环境影响较小，短时间的极端环境根本无法影响公鸡的生物钟，但长时间的极端环境还是会影响到公鸡的生物钟，并且时间越长影响越大。所以随着试验时间的增长，后面公鸡的打鸣时间就越来越不准确了。那公鸡为什么要打鸣呢？难道不怕在野外引起天敌的注意吗？其实公鸡打鸣是鸡之间的交流方式，虽然这些叫声在我们听来差别不大，但在鸡群中，每个叫声都有它不同意思。除此之外，公鸡打鸣还是鸡群中地位的象征。鸡群中的首领为了强调自己的地位，每天都会站在高处第一个打鸣，以此宣示主权。而鸡群中的其他成员只能附和首领的叫声，而且在回应首领时，也是有严格的顺序之分的。地位越低的鸡回应顺序越靠后，所以打鸣对鸡群地位确定来说至关重要。至于在野外是否会引起天敌的注意，这个完全不用担心。鸡群在野外大多都生活在丛林之中，那里植被茂密，就算打鸣引起了天敌的注意，天敌也很难发现鸡群的位置。而且鸡的视力极好，一旦发现有天敌来犯，就可以通过打鸣来提醒自己的族人，这时鸡群就会迅速隐藏，根本不给天敌抓住自己的机会。所以打鸣不但不会引起天敌注意，反而是鸡群防范天敌的重要工具。有趣的是，在一些鸡群之中，母鸡居然也能打鸣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母鸡体内存在着2个卵巢，平时左卵巢负责分泌雌性激素，右卵巢则处于停止运作状态。当种群中没有公鸡的时候，一些母鸡为了种族繁衍，就会刺激自己的身体，使左卵巢停止分泌雌性激素，右卵巢开始转变为睾丸，并产生大量雄性激素。就这样，母鸡就成功转化为公鸡，担当起了鸡群打鸣和繁殖的大业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对本期视频仍有自己的疑问或看法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点赞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